在所有运动场景中，网球几乎是人形机器人最难的一道考题。高速来球逼迫瞬时判断，全身协同决定回球质量，满场奔跑则持续考验爆发力与控制力。而就是这么难的运动，居然被中国机器人攻克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，国家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。点赞、订阅加小铃铛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最近几天，一段人形机器人打网球的视频刷爆了所有社交平台，不管是国内的短视频平台，还是海外的 X 平台，全被它刷屏了。相关播放量轻松破100万，就连马斯克都忍不住在评论区回复点赞。AI 领域的大佬 Carbasy 更是直呼不敢相信，一度怀疑这视频是 AI 生成的仿真画面，不是真的。说真的，小编点开视频的第一眼也差点看懵了。画面里的语数 J1 机器人稳稳站在网球场上，双膝微屈，那姿态跟人类运动员比起来几乎没差别。在面对时速超过15米每秒的来球，他一点不卡顿，脚下飞快滑步调整站位，上下半身配合得死死的。挥拍发力一气呵成，每一次击球都精准打回对手半场，还能跟人类选手连续对拉好几个回合，跑动范围覆盖整个球场，就算是那种特别刁钻的落点，他也能稳稳接住，丝毫不慌。网友们看完彻底炸锅了，评论区清一色的震惊，有老外感慨，这才短短几年，机器人就从走路都蹒跚的样子变成网球高手了，中国科技这进步也太快了吧。还有网友脑洞大开，猜年底会不会有足球、篮球机器人上线，以后大家的运动搭子怕是要被机器人取代了。而大家之所以这么震惊，不只是因为机器人能打网球，更因为它不是那种预先编好程序的木偶。之前春晚亮相的机器人表演武术，看着挺厉害，其实全是提前写好的动作，一旦环境有一点变化，比如地面变滑，多了一个台阶，大概率会当场翻车，洋相百出。但这个打网球的机器人不一样，它全程自主决策，不用人类遥控，也没有固定脚本，完全靠自己的 AI 模型，在毫秒之间判断来球的速度、落点，调整身体姿态和击球时机，全程靠自己脑子做事。可能有人会觉得，不就是打个网球吗？机器人连那么复杂的工业操作都能完成，这有什么难的？其实不然，在所有运动场景里，网球几乎是人形机器人最难的一道考题，难度甚至比无人驾驶还要高。首先最直观的难点就是网球运动的高动态和随机性，根本没法预判。网球的球速通常在15到30米每秒之间，最快能达到几十公里，而球和球拍的接触时间只有短短几毫秒，也就是说，机器人必须在一瞬间完成判断、决策和执行，稍微慢那么一点点，球就飞出场外了。而且对手的击球节奏、落点随时都在变，没有任何规律可循，不像工厂里的机械臂，只需要重复固定动作就行，简单又机械。更难的是，机器人打网球需要全身协同配合，一点都不能出错。打网球不是单纯挥拍子就行，还得满场奔跑、急停、转身，既要保证爆发力，又要控制好平衡，稍有不慎就会摔倒。人类运动员经过长期训练，能轻松协调身体，但机器人不一样，它有29个自由度，每一个关节的转动，每一步的力度都要精准控制，稍微出一点偏差，要么接不到球，要么就会失去平衡，直接摔倒在地。除了这些，训练机器人打网球还有一个最大的难题，就是数据获取。传统的机器人训练都是靠高质量的动作捕捉数据，让机器人模仿人类的动作，但是想要完整记录一场网球比赛的人体运动，需要高精度、大范围的动作捕捉系统，还得精准捕捉运动员挥拍时的手腕细节，不仅成本高到吓人，而且几乎没法实现，普通人想都不敢想。而这次银河通用和清华大学联合研发的 Latent 系统就跳出了这个困境，走了一条反直觉的路。他们没有租昂贵的标准网球场，也没有找专业运动员录制完美动作，而是在一个3米乘5米的小房间里，找了5位业余网球爱好者，随性录制了5个小时的碎片化运动，比如正手挥拍、反手挥拍、侧滑步这些基础动作。没有完整的比赛，也没有复杂的战术配合，怎么随意怎么来。这些数据还是不完美的，
甚至可以说有点粗糙。因为人类和机器人的身体结构不一样，再加上捕捉难度，挥拍时的手腕动作全是误差，而且这些动作切片也没有教机器人怎么在合适的时机用这些动作。但就是靠这些粗糙廉价的碎片化数据，研究团队竟然真的教会了机器人打网球。而这里的关键就是 Latent 系统，团队先把这些碎片化动作整理成一个运动技能空间，相当于给机器人编了一本动作字典。遇到不同的来球，机器人就像查字典一样，拼凑合适的动作去接球。同时，他们还设计了一个潜在动作屏障机制，专门防止机器人为了赢球投机取巧、走捷径。最后，经过大量测试，这套系统的表现堪称惊艳。在仿真环境中，机器人正手接球成功率达到了 96.52%， 反手高达 82.10%， 前场和后场覆盖率也都在 85% 以上。在真实世界中，他和人类选手连续对打20局，不管是正手、反手还是前场、后场击球，都能保持稳定，跑动范围覆盖全场，能接住各种刁钻来球。当然，这个机器人也不是完美的。研究团队也提到，下一步会让机器人拥有主动视觉，真正用自己的眼睛盯住高速飞行的网球，不用再靠其他辅助。还会研发多智能体训练框架，让机器人之间能互相对练，就像当年 AlphaGo 自我博弈提升棋力一样，以后说不定能自己提升实力。其实不止人形机器人，中国的科技实力在机械手领域也同样亮眼。最近，小编刷到了零星巧手机械手的视频，真的有被惊艳到，看完不禁感叹，国产科技竟然遍地开花。视频中，零星巧手机械手的每根手指都能独立活动，支持360度自由旋转。最让人惊叹的是，它拧螺丝的速度真的快到拧出残影，精准度还丝毫不差。能做出这么厉害的机械手，背后的零星巧手公司实力可不容小觑。这家公司成立于2019年，网上资讯显示，它最近刚完成超亿元种子轮融资。还是零巧手行业迄今为止金额最大的种子轮投资，可见行业对它的认可。更厉害的是，它的创始团队大多来自北大、清华，创始人还有10余年机器人相关背景，核心成员也都是行业里的老手，研发团队就有上百人。零星巧手主打的 Linkerhead 系列零巧手堪称行业标杆，它的工业版机械手自由度能达到25到30个，科研版最高能到42个，比英国老牌企业和特斯拉的机械手自由度还高，是目前全球自由度最高的商用零巧手。而且它的价格很亲民，客单价大概5万元，只有国外同类产品的1/20，性价比直接拉满。可能有人会觉得自由度高没什么大不了，其实不然，机械手的自由度直接决定灵活度。零星巧手的机械手每根手指独立拥有9个自由度，配合专属算法，最大负载能达到5000克，部分性能甚至超过人类手指。网上有测试视频显示，它能精准抓取细小的零件，也能灵活完成组装、焊接等工业操作，精准度远超人类。零星巧手能做到这么出色，核心是掌握了核心技术，它构建了全球最大的灵巧操作数据集。通过云端智脑训练算法，让机械手能快速学习复杂任务，适应新场景，不用复杂编程就能自主调整动作，不像以前的机械手，环境一变就容易失误。零星巧手的机械手，就算遇到陌生任务，也能快速适应。目前，零星巧手的机械手已经占据全球高自由度零巧手市场80%以上的份额，月销量超1000台。不仅走进了斯坦福、清华、北大等顶尖高校的实验室，用于科研工作，还开始向医疗康复、美容化妆、工业自动化等领域批量交付，不再局限于工业场景。当然，它也不是完美的。有网友反馈，部分零星巧手的机械手在处理极脆弱物品时，力度控制还有提升空间。而且，虽然性价比高，但批量采购的成本依旧不低，暂时没法完全普及到普通家庭。但不可否认，零星巧手已经靠实力站稳了脚跟。有人调侃，以后流水线工人
手工从业者怕是要被零星巧手的机械手抢饭碗，连指尖灵活度都比不过。也有人期待零星巧手能继续发力，优化产品，降低成本，让这种零星巧手走进更多场景。不管怎么说，零星巧手的机械手以及背后默默深耕的公司，用实力证明了国产机械手的实力，也让我们看到了科技的无限可能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